这次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 PayPal 的问题。首先的话，很多朋友啊经常问我，这个怎么去注册美国的 PayPal？我的建议是说呢，如果说你没有用过中国 PayPal 或者没有用过香港 PayPal 的话，我建议你不要去直接上去就用美国 PayPal。美国 PayPal 有另外一套规则，香港 PayPal 也有另外一套规则，规则是不一样的啊。关于这种规则，中国、美国、香港之间的对比的话，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那个视频的话播放量还可以，你可以看一下因为这3个 PayPal 我都有。今天的话主要是讲这个中国 PayPal 的话，其实作为一个你正常的销售产品的一个跨境电商的话，你完全没有太多必要去注册这种香港的或美国的 PayPal。如果说你生活在深圳，那我觉得你注册个香港 PayPal 还是有点用啊，因为香港 PayPal 的话，你里面是转换成港币或者说你本身做收款收港币的话，可以直接免费提现到香港银行的这一点的话，原本中国 PayPal 是没有这个优势的，但是现在中国 PayPal 也有这个优势了我现在讲一下原本的话，中国呢PayPal 是没有牌照的所以说呢，在中国是没有分公司的，最多有个客服中心。你可以看到这边 PayPal.com 的然后呢这个网站的话，下面你看到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也没有备案号，下面这个没有备案号的那么这个网站呢是属于做 PayPal 国际版你打电话给客服客服还有分类的，一种叫国际版一种呢叫贝宝官方贝宝中国，给大家看一下贝宝中国长什么样网页是不一样的。好，这个就是贝宝中国的域名很简单PayPal点 CN 的域名是必须要备案的，没有备案是违法记录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下面是不是有备案你可以看底部首先的话，它把牌照亮出来了支付许可，对吧？那是持有银行支付业务的这个子公司下面有备案号，你看见没有？有备案号的都是在国内服务器在国内的话说回来这两个什么区别呢？上次我也讲过了我原本因为我这个 PayPal 用了很多年了。原本那时候呢都没有 PayPal 点 CN 这个网站，可能也有那个时候 PayPal 点 CN 的网站呢，基本上是教你怎么做技术支持的集成收款的以及 API 这种集成类的或者说一些营销推广的这种介绍没有实在的这种注册这块的。包括现在的话你也没法注册只有个登录按钮，看见没有只有登录按钮。我们看一下点登录。好，我们到这个页面之后这个是贝宝贝宝。那贝宝的话，这边呢也是没有注册按钮是吧？那所以说呢，它这个是要连接到你的 PayPal 的国际版那我们回到这个 PayPal 国际版的中国当然可以注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边显示404这个已经是主页了，不管它不影响使用。这边的话点注册也可以点登录也可以登录下。好，那么登录进来之后呢，我里面呢有些美元没有提现过了。我今天讲一下这 PayPal 国际版跟 PayPal 中国贝宝中国有什么区别呢？最好用的地方就这里比如说美元它收款方式有3种，上次我讲过了这个标准的话$35，这个邮寄支票的话，基本上你如果说不在大城市的话，我建议你不要用那最好用的就是跨境收款宝跨境收款宝的话，因为现在中国是有这种政策就如果说你做跨境电商的话，本身便利化额度是只有5万美元嘛，那超过这个额度的话，那我这个钱是拿得到的比如说我收6万美元，我5万美元可以换成人民币，还有1万美元放在手里，但是兑换人民币的话就不太方便，是吧？那我要去进货进货就不方便。那现在的话就有个政策，就你做跨境电商的话，你这等于说这个便利化额度你是可以提升的基本上如果说你证明这个资金是正常使用的有这个需求，那么你是可以10万美金、20万美金，哪怕100万美金都可以转换成人民币的。好，到达这个页面的话，它需要我使用这个 PayPal 登录什么意思呢？我点这个继续之后，它会跳转到贝宝中国，你可以看到国际版的话叫 PayPal China 英文的，这样的话区分出来好，我点击继续了好，它这边已经跳转了为什么它让我补充信息以继续收款呢？因为它最少收款信息刚才我是700多美元嘛，是吧？但700多美元里面很多东西呢都是别人的一些商家给我的佣金这佣金的话它是直接转账的如果说呢我要证明我这是跨境电商收款的合资格的交易的话，我要么上传单号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我发送账单给他。我刚才点击补充原始订单信息上次我补充过了，我也电话过贝宝中国的官方了贝宝中国官方意思说呢，那
如果说你做一个网站，这个网站上面你本身就挂在 PayPal， 别人是通过你的网站上面去付款啊，基层支付呢，付款的钱到你的账上啊，那个是可以的，但是呢，也需要提供物流单号啊。那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像商家有些时候付我佣金啊，或者别人朋友就给你转账啊，这种钱的话，他不认可你这个属于跨境贸易，明白吗？要么就是你填写物流单号啊，没有物流单号的 ，OK，比如说我做了个虚拟服务啊，比如说我帮他做了个技术服务啊，帮他做了网站，对吧？帮他设计了个 logo， 那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呢？你又没办法有物流单号啊，也没有快递。这种情况的话，你不要让对方给你转账，你直接创建一个 invoice， 创建一个账单，你发给他。但是发给他的时候呢，里面有个备注嘛，备注你写清楚这个服务的名称、项目名称啊。为什么我这边显示17块多呢？原本的话，其实我这边的话应该说一个都没有啊，1块钱都没有啊。可收款金额，比如说是我有2笔订单是发给他 invoice 的，就是创建账单发给他的，他付款的，明白吧？那其实国外的话，还有新加坡这种的话，比如说有些时候别人给我付钱的话，付100美金的时候，他也会让我创建 invoice， 但是这个 invoice 是要你自己定义的，不是这个账单啊，不是 PayPal 里面账单，它是呢就是让你上传啊，上传之后他审核了，公司审核之后呢，他直接给你转账啊，这种的话其实也不算很，唯独合资格交易就。那么我再回到PayPal China 这边的话，怎么样是合资格交易呢？这边点客户的邮箱地址啊，物品名称，比如说你是 logo 设计啊，你就写在那边啊。如果说网站建设，你就在那边这边点物品金额，当然可以添加更多信息的。好，这边是一个账单的啊，那么你可以这样点啊，描述啊选填啊，还有客户信息，还有更多选项啊，账单这边还有附件。如果说你这个越完善的话，肯定是越好的啊。另外的话，它有些时候我上次看到它可能会这个账单会过期，因为你发给他对方之后呢，对方可能不会及时支付。有些人呢可能是7天之后支付啊，或者说10天之内支付啊，你先开账单给他。这种情况的话，这边有个设置地方，我现在没看到啊。那如果说你看到的话，你最好不要让不要让账单过期。好，我再回到这个页面啊，这个页面的话，那还有一点说的就是呢，这费率多少钱啊？费率的话，现在的话，3月31日之前是零手续费的应该算开门红啊、大促啊。那未来如果说呢，这个收费的时候呢，其实也不贵啊。好，给大家看一下费用相关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费用相关问题，3个问题。先说怎么收费啊？他这边的话，他会收笔手续费。那手续费之后呢，他还有一个增值税啊，这个税是要你收的。我也搞不懂啊，为什么他还要收笔增值税？一般来说，在中国销售商品基本上都含税价啊。那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他这个手续费是不含税，那所以说额外要收6%。好，这个是结算费啊。他这边说的很明白啊，收取场景是 PayPal 贝宝海外账户收到贝宝中国，也就是国际版到国内版这样转移嘛，是1%标准费率目前的话是0%。还有货币兑换费比如说我是收美元的收港币的，它兑换费的话标准费的话是0.2%。那如果其他货币的话就贵了那比如说欧元这种的话2.5%了，我觉得欧元这种日元这种没必要走这种方式了还有一种情况刚才收取场景 A 的话，是你把港币、美元换成人民币，是 PayPal 帮你换那获利的话有点坑，我可以这样说。那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就如果说你直接收美金，美金到了，直接不要帮我换成美金，我直接到银行，你把它美金，你就美金入账不要人民币入账。这种情况呢 ，PayPal 收费是一样的但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这汇率会好一点。我认为 PayPal 包括这种第三方支付机构这种汇率不是很好不过我看看这家，一般来说PayPal 的汇率说实话比较差的，但是我看到贝宝中国这个汇率还可以。你看一个美金等于7.21嘛，是吧？我看差异的中间价是7.22 7.229差距不是很大如果说你卖给银行，卖给中国银行这个属于现汇7.22也是7.22那稍微差一点好，再说这个3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收款金额限制20美元起刚才我是17美元，那17美元是因为我发账单给对方付的这个钱还没有到格关于这个限时零费率的活动吧，31号还有1个星期就结束了那么我们再算笔账这边人民币结算费是1%货币兑换费的话0.2%有可能0.2给你免掉。那如果说0.2也算上去的话1.2%。那么国际电汇的话35美金我们看看这个拐点在哪里，什么情况下多少金额是适合走这个跨境收款宝，什么情况下
走那个国际店会更便宜。好，我算了一下，这拐点是应该是35除以0.012啊，等于说这拐点是2916。那么如果说当我收款超过这个数啊，那么我就直接走国际电汇。比如说我收$100，收$100，我国际电汇也就收我$35嘛。如果说你这个收款金额是$2000的啊，$2000的话，那你还不如走这个跨境收款宝好用啊。跨境收款宝啊，算上费率比率的话，那是低于$35的啊，不然的话你2000块也要收你35，明白吧？那所以说这个拐点是2916。